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父亲病逝，一直在忙前忙后的大伯提议让他包办父亲的葬礼，结果在葬礼当天，竟然有一对脱衣舞娘当场表演。我质问一脸兴致盎然的大伯，却得到他轻浮的回复：你爸爸生前就好这口，我只不过是让他能走得开心点。再说了，你看大家不是挺喜欢的吗？年轻人不要这么死板。后来表哥婚礼上，我又请来了脱衣舞娘，热辣的劲舞伴随着大伯和他们嬉戏的视频，直接毁了表哥的天价婚礼。面对大伯的质问，我笑着回答：您不是挺喜欢的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说陈情，你这么上纲上线干什么？不就是请了个跳舞的吗？你至于这么质问我吧？表哥陈浩满脸不忿，像是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。大伯见我怒气不减，只好搓着手解释：小晴啊，这也不是你大伯我非要弄这个。他看了看周围看热闹的人群，声音突然放大：这是你爸爸临死前要求的。听到这话，周围骤然炸起嗡嗡的讨论声。你胡说！我气得声音颤抖，爸爸一生的好名声都在此刻被毁灭殆尽。爸爸生病后就一直在老家养病，老家大伯对爸爸也算是尽心照顾，所以在爸爸去世，大伯哭着让我把爸爸的葬礼交给他的时候，我才没多想就同意了。哪成想，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结果突然来了一对女孩，站上台子就开始跳舞，还是脱衣舞。我慌忙让保镖把女孩们的衣服裹上，转头就开始质问大伯：大伯，这个节目你之前可没说过。大伯承办的葬礼遵循老家的规矩，请了舞狮表演，葬礼上的一切我也都提前确认过，根本没有所谓的脱衣舞表演。陈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爸偷偷安排脱衣舞表演给你爸泼脏水呗？陈浩的声音愈发尖利，刺得耳膜生疼。大伯的脸上划过一丝心虚：小晴啊，大伯我哪来的胆子啊？你表哥的工作还得指望你呢。大伯，今天是我爸爸的葬礼，在场的都是我爸爸生前的生意伙伴和好友，你安排这个节目不就是打我爸脸吗？像是被我的话刺到了神经。大伯的气势一下子强了起来：小晴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你爸爸生前可没你想的这么好，他还经常和我一起去看呢，他甚至还好几次自己一个人去呢。说着，大伯的表情愈发狂妄：说起来，你还得感谢我，要不是我尽心尽力照顾你爸，你家这生意也做不了这么大。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大伯了。我对大伯理所当然的态度感到难以置信。大伯辛苦点没什么，也不用你回报我，大家亲戚一场，你看着给你表哥安排个工作就行。大伯的话让我重新刷新了对他的认识，不想再和他争执下去。我转头示意助理，助理很快把带队女孩带了过来。我和她交换联系方式后，就听见大伯的声音响起：小晴，你这么多年没找男朋友，是不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喜欢男人啊？栽赃完我爸爸还不够，这是又盯上我了，这是我的私事，就不劳烦大伯关心了，像是找到了底气。大伯一脸的理所应当，身为长辈关心关心你是应该的，你要是真的喜欢女孩，那也没什么，现在都讲究那个什么，对，恋爱自由，对吧？我好笑的点头：是，大伯您的思想还是挺开放的。那是。大伯看了一眼表哥，笑得满是深意。不过既然你喜欢女孩，那肯定就没孩子了。这样吧，你把公司过给你表哥，这叫对双全其美吗？不过
陈浩摸着下巴打量着我，眼神中透出一股淫邪。你身材不错，好好表现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孩子。我的心中泛起一股恶心，转身拍开陈浩伸过来的手。陈浩，我是你表妹，把你这肮脏的想法收回去。陈浩脸色一变，装什么清高？我爸说了，你个同性恋又不会有孩子，我能给你个孩子，你不感恩就罢了，还反过来骂我。况且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你这身份都不配当正房，只能当我的小三。快要压抑不住翻涌的怒火，我盯着站在一旁的大伯，大伯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身边爸爸的生意伙伴一个接一个的因为这场闹剧离开，我忙着向他们解释，没有听到大伯的回答。本来就是爸爸的葬礼因为那场脱衣舞草草的结束了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安抚下目睹闹剧而气愤离场的合作商。本以为和大伯一家短时间内不会有牵扯，结果第二天刚进公司大厅就碰到了他们一家三口。看到我，大伯笑着凑了上来，手里还提着一箱牛奶。小晴，你看你表哥工作的事。我拒绝了大伯塞牛奶的动作，转头示意前台接过资料。大伯，你让表哥把资料交给前台，他们会处理的。许是我敷衍的态度激怒了表哥，他直接嚷嚷了起来，我还用走流程面试？你直接给我个经理当当不就行了？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像是这公司是他的一样。陈浩，这是正常的流程。我转头询问前台，前台小姑娘看着我一脸为难。陈总，您表哥只有初中学历，从爸爸手中接过公司后，我就进行了改革。现在公司里最低学历也是本科。陈浩的初中学历在公司只能做保洁。一直抻着耳朵听着的陈浩直接炸了锅，他暴跳如雷地指着前台小姑娘的鼻子骂：保洁，你瞧不起谁呢？狗眼看人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把委屈的快要哭出来的小姑娘护在身后，我直接对着陈浩说道：陈浩，怎么现在是来我这里耍威风的？陈浩一愣，扫了一眼大伯，而后直接转移炮火：陈晴，你说什么呢？他看了一眼围观的人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就是想让我和我爸在这里丢人，好报复你爸葬礼上的事。陈晴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明明是你爸非要让我爸请脱衣舞娘，结果你非要把屎盆子扣在我爸头上。我爸还说了，你爸留下的遗产按理说应该有我的一份，无缘无故被指着鼻子骂了一顿，还要被人说是恶毒。我皱着眉头刚要拒绝，戴伯母眼珠一转，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开始哭闹了起来。陈晴，你真是个白眼狼啊！当初你爸生病，是你大伯忙里忙外的照顾着，你连个面都不露。今天不过就是想要让你给你表哥安排个工作，你都不愿意，你真是没良心啊！哎呀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陈浩放任自己的母亲在地上打滚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。这家公司本来就应该是我的，我爸说了，当年要不是我爸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你爸，你哪有今天的好日子？我扯了扯嘴角，看着大伯笑得一脸讽刺。大伯，您是这么跟表哥说的？大伯点了点头，脸上满是被勾起伤心事的悲痛。确实是这样没错。小晴啊，不是大伯欺负你，你爸爸本来也是想要把这个公司留给小浩的。听了这话，陈浩的脸上浮现出狂喜。爸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看到大伯点头后，陈浩一脸倨傲地看着我。听到了吧？我爸说了，你这公司应该是我的，
就今天吧，你收拾收拾，把董事长的办公室给我空出来。至于你，看在你辛苦管理公司的份上，就给你个经理当当吧。大伯他们吵闹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边喊边看着周围的人群，周围的人讨论的声音渐渐变大，刚好能让我听清。原来小陈总就是这样对待家人的啊！哎呀，都让人家找上门来了，那个阿姨哭得多伤心啊！人家辛辛苦苦照顾老陈总到去世，他就葬礼的时候露了面，谁对谁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听说他还大闹葬礼，搞得老陈总不得安生。我转头看向声音来源，那两个人分明是前几天因为手脚不干净被我开除的员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混进了人群，说出这些似是而非的话，凝聚在身上的目光越来越烫人。大家满是怀疑的表情告诉我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是不管用的，努力压下心中的酸涩。我对大伯扯起一丝笑，大伯，表哥的工作我肯定给他安排，今天我还有工作，您看。大伯母一听，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他边拍着衣服边朝我笑道，还是小情爽快，那你表哥的事就托给你了。而后他看到周围人群指指点点的样子，眉毛一竖，看什么？都散了，都散了，多大人了还看热闹。而后他们拿着我给的卡，喜笑颜开地去了商场。儿子马上就要当经理了，可得买身好西服。大伯一家再次找上门的时候，身边带着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。陈浩一脸幸福地搂着她，转头对我说道，陈晴，这是你表嫂，昨天刚查出来她怀的是儿子，我们的婚礼就得麻烦你了。我眉头一挑，刚要说话，又听见大伯母尖利的嗓音，你表哥的工作你说你安排，但还有件更重要的事，你表哥马上要结婚了，我们对这边的情况也不太熟，还得你多操心啊。哦，那不知表哥有什么要求？陈浩看着表嫂的目光越发宠溺，你表嫂撇嫩，婚纱得用高档的，昨天我们刚去看了一家，也不贵，15万一套，接亲用的车也得用好的。你表嫂怀孕不容易，得坐不容易晕车的车，我看那加长宾利就不错。还有，我爸妈养我不容易，这彩礼就你来掏吧，88万8，就当是我爸尽心尽力的照顾你爸的补偿。表嫂捂着脸，满脸的娇羞。哎呀，当着妹妹的面，这是做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像是想起什么。表嫂笑着对我点头，我和你哥看了个房子，楼下就是公园，适合以后带着宝宝出去放松，这个也麻烦妹妹了。我震惊于他们的厚颜无耻，又好奇他们还会提出什么匪夷所思的要求。价格？陈浩不耐烦地回复，不多，500万，今天赶紧把钱交上，人家那边说这套房子非常抢手，我这还是给人塞了好处才同意留到现在的，好几百万在他的口中就像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什么太子爷呢。我敲了敲桌子，打断他们的恩爱，我没钱。陈浩脸色一变，陈晴，你耍我呢？这么大的公司，你说没钱骗谁呢？我摇了摇头，解释道，公司刚签完一个单子，暂时拿不出这么大的现金流。听了这话，大伯母直接拨开表哥，走到我桌子跟前，拍着桌子跟我嚷道，陈晴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你爸就你大伯这一个哥哥，你不向着我们还能向着谁？你一个姑娘家，等你老了，不还是等着你哥照顾你吗？怎么就算不明白账呢？而且说白了，你这公司还得有我们家陈浩一份呢。我看着大伯母脸上泛着油光的皮肤和眼里满满的算计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
从小到大，我对大伯一家的印象寥寥无几，只记得5岁那年，家里资金困难，爸爸带着我去大伯家借钱。那时大伯母说的什么呢？陈平安，我们家能给你一口饭吃，让你长大算不错了，还想要钱？滚！乞讨也别来脏了我家门。现在大伯母又来扯起了一家人的说法。大伯母真是好算计，处处为我着想啊。大伯母翻了个白眼，你知道就好。我刚想说话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低头确认了一遍后，我抬头看着大伯母，好，那表哥的婚礼就交给我承办吧，保证办的热闹。表哥婚礼这一天，我按照他们的要求，接亲的婚车用的一水的宾利，表嫂的婚纱配上表哥的礼服，一共30万。酒店是他们点名的5星级酒店，彩礼也是他们要求的88万。房产证刚从包里拿出来，就被陈浩一把抢过。他呲着牙看着证书上的名字，满脸都是被金钱冲昏的喜悦。小晴啊，就当是大伯欠你的。大伯母笑得脸都要烂了。就是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小晴也不差这点钱。看着豪华的布置，大伯享受着村里人的恭维。他想要拍我肩膀的手被我避开，也不恼，接着笑道：你真是个好孩子，你表哥这个婚礼办得真是不错，真给你大伯长脸啊。大伯客气了。我点头示意待命的助理。为了给表哥助兴，我还准备了个保留节目呢。是吗？大伯听后更高兴了，满是期待的在那里猜着节目内容。我笑着给助理发了一条消息：开始吧。表哥和表嫂相携走上舞台的时候，整个大厅骤然暗了下去。各位亲朋，各位好友，接下来是我们新郎新娘为大家献上的保留节目，请大家掌声欢迎。我听着旁边一个叔叔对大伯极尽恭维：老陈啊，你家陈浩这次把全村都请来了，这婚礼真是给我们这种乡下人长见识了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你家陈浩这真是发达了啊！可别忘了村里的这些叔叔阿姨啊。老村长这是说什么话？大伯紧紧地握着村长的手。我们家陈浩一直记得叔叔阿姨们对他的关爱，肯定不会辜负了大家对他的厚望。有事你们就找他。呵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拿什么让陈浩回报叔叔阿姨们的厚爱。大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里面突然出现了陈浩的脸。他在一片灯红酒绿的灯光中自如穿行，一手高举着酒杯，一手搂着一位衣着暴露的女人。两人在闪烁的灯光中尽情拥吻。看着屏幕中的视频，陈浩一脸铁青，他搂在怀中的表嫂一把甩开他，指着陈浩的鼻子大骂：姓陈的，你不是说你昨晚加班去了吗？那视频里的女人是谁？陈浩被台下的人的目光看得发慌，满头是汗的去拉表嫂：你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你恨不得当场跟他办事了。表嫂甩了陈浩一巴掌后直接下了台，拉着自己的父母就离开了，还顺便带走了桌子上摆的彩礼箱子。陈浩捂着脸回过神来，直接冲过来推了我一把：是你对不对？你故意的。我好不容易稳住差点摔倒的身子，擦了擦身上沾到的油渍。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我掏钱掏时间给你准备婚礼，你倒要反过来指责我。陈浩一怔，犹豫了起来。那视频是谁放的？这你应该反问自己，是不是得罪了人？大伯拍了拍陈浩的肩膀，安慰道：小浩，小晴这段时间一直在为了你的事脚不沾地，你怎么能觉得是他捣乱呢？陈浩捏了捏拳，咬着牙对我道了歉：
我笑着看向大伯，大伯，我给你准备的保留节目马上就开始了，您一定要好好欣赏啊！一定，大伯，我一定使劲鼓掌。大伯脸上的笑在看到那对熟悉的脱衣舞女郎的时候，彻底僵在了脸上。这是劲爆的音乐配上脱衣舞女郎的炸裂的表演，虽然没进行到最后，也足够让在场的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大伯抖着手，声音因为生气几乎破碎走音。陈晴，你好啊，你可真是厉害啊！我看着走进来的律师，转身对着大伯说道：大伯，你看大家不是都很喜欢吗？都这个年代了，思想要开放点。您看大家看的不是很高兴吗？自己说出的话变成了回旋镖，扎在了自己的身上。大伯的脸彻底绿了，还没等他发火，我接过律师递给我的录音笔。大伯，你当初请来的脱衣女郎给了我个好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又把他们请来了。大伯眼中的迷茫在听到点开的录音时，渐渐变成了慌乱。我那个好弟弟贾清高，哪个男的不偷吃？还说我违法，乡下哪来的法律？他这么说，把我这个当大哥的放在哪里？你们去跳脱衣舞，我要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沾一身甩不掉的恶臭。有本事他就从棺材里爬出来，自己澄清。大伯脸色煞白，手也被一脸阴沉的村长甩了下去。老陈，这事儿竟然是你干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人家陈总给村子里捐了好大一笔钱，还要赞助村子里面的娃娃们上学，就连那些站街的娃娃，陈总都保证能让他们好好把书念下去。大伯讪笑着解释：村长啊，你听我解释。村长一摆手拒绝：不用解释了，你们家以后不用回来了，我们村不欢迎白眼狼。全村人在村长的带领下纷纷起身离开，经过大伯一家时都恨得牙痒痒。呸，没良心的东西！大伯浑身哆嗦着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向我扑过来，侧身躲过大伯伸过来想要抢录音笔的手。我笑着对他说道：别急啊，大伯，还有呢。当着他们一家人的面，我打开父亲留给我的文件袋。或许你不知道，父亲去世前给我留下一份文件，我拿出资料展示在大屏上，让他们都能看见。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大伯的所作所为。这几年，大伯说着不要钱，但是一直心安理得地收着父亲打给他的大笔转账。可大伯对大伯母说是免费照顾弟弟，这些钱都被他用来花在这些女郎身上。大伯母一听，猛地抓住大伯的手臂：陈大勇，你不是说你弟弟一分钱没给吗？好啊，亏我一辈子兢兢业业伺候你们父子，你竟然把钱都花在那些贱人身上！大伯一把甩开大伯母的手：你给我闭嘴！不顾大伯母在地上哭闹打滚，他转头盯着我，胸脯气得剧烈起伏。陈晴，你就是这么对你大伯的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不尊敬长辈的？你好好想清楚，我可是你唯一的亲人了。我嗤笑出声：大伯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你先不尊敬我爸的。我抖了抖资料袋，看着大伯的身体在响声中颤了颤。大伯，里面的东西可不止这一点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回家等着收法院传票吧。陈晴，你吓唬谁呢？陈浩一把抢过资料袋，几下将里面的纸张撕得粉碎。他看着我笑得得意，现在东西没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吓唬人。看到他完全按照我预料的那样行事，我突然就有点无聊，拍了拍手后，看到助理推过来的一车文件，我向陈浩发出邀请：来，你刚才撕的是复印本，这里还有一堆，你慢慢撕。陈浩愣了愣：
而后猛地推翻了文件衫。他胳膊一扬就要扇过来，却被保镖死死地抓住手臂。你不想再加一个故意伤害的话，我奉劝你老老实实的。哦，对了，你这场婚礼一共花了620多万，我看在大家亲戚一场的份上，帮你抹了个零，就还600万就行了。还没等陈浩说话，我又接着补充道：那天让你签字的账单就是欠条，已经公证过了，不还是要坐牢的哈。留下那家人在身后破口大骂，我带着保镖离开了那里。第二天，我在公司处理事务时，办公室外突然传来喧哗，秘书慌张地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身后紧跟着大伯一家。秘书满脸为难：陈总，他们没有预约，直接硬闯了进来。我拿起手机发了条消息后，抬头看向大伯他们，这么着急，看来大伯是遇到难处了。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陈浩从大伯身后越过，直直地把手中的文件扔在了我的桌子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法院的传票到了。我向后靠在椅背上，一脸疑问：这上面写的传票啊？我记得表哥好歹是初中毕业来着。陈浩脖子上青筋暴起，他怒极反笑：陈晴，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害怕吗？你害不害怕，这不关我事。我起身迎接走进来的警察。陈勇、陈浩，你们涉嫌犯罪，需要跟我回警局配合调查。警察拿出证件亮明身份后，就向着大伯走去。大伯看着越走越近的警察，软着腿后退。不是的，警察同志，你们听我说，我就是想教训教训我弟弟，我也没想怎么样。小浩，大伯转头想要让表哥帮他说句话，结果眼神在和表哥对视的一瞬间暗了下去。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，表哥正一脸狠厉地盯着自己的父亲，分外可怖。大伯闭了闭眼，突然指着表哥大声叫道：警察同志，我都是受人指使的，是陈浩，是他出的主意，你们抓他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陈浩一愣，立即反应过来，警察叔叔，是我爸说我小叔一直让他抬不起头，于是就想要在小叔的葬礼上给小叔泼脏水，都是我爸干的，不关我事啊。我当初也劝过他，可他不听啊。你放屁！大伯气急败坏的想要踹陈浩，却被他躲过。收不住力气的大伯直接摔在了地上，半天缓不过来。哎呀，爸，你就跟警察叔叔认个错吧。陈浩站在那里劝着地上的大伯，语气中满是心痛。你要是再冥顽不灵，影响了我怎么办？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养老了？这一副狗咬狗的戏码，看得我和警察都愣了一瞬。果然，这家人是打自骨子里的自私，他们会为了自己出卖任何人，包括自己的血亲。警察将大伯铐了起来，拍了拍大伯的肩膀说道：今天来这里不光是为了你公共场合请脱衣舞娘的事，还有你涉嫌犯罪的事。大伯一愣，什么？警察摇了摇手中的录音，严肃道：你涉嫌嫖娼，而且经查明，这些女孩有几个没成年。警察看着大伯的眼神透露着厌恶。大伯在录音里对法律的藐视让他们分外不满。猥亵未成年，你真下得去手？不管大伯怎么嚎叫挣扎，他还是被警察押上警车带走了。脱衣女郎的口供，加上父亲之前留给我的一些资料，直接让大伯获得5年的监狱生活。法庭上，大伯对父亲整理的资料破口大骂，亏我还尽心尽力地照顾他，有好事还想着他，结果我这好弟弟倒打一耙，和他小时候一个德行。呸！贱货生的儿子就是养不熟。
这时候我才明白，我父亲和大伯竟然不是亲兄弟。父亲是跟着奶奶一起嫁到大伯家里的，当时父亲已经记事了，明显的感觉到了大伯对他的恶意。在好几次险些走丢、掉下山沟以及被野狗追咬后，父亲提出自己外出半工半读，直到村里分配到了大学名额，父亲才有机会彻底远离大伯一家。大伯被关进监狱后，陈浩和大伯母很是沉寂了一段日子。他们再一次找上我，是因为陈浩的天价婚礼。之前法院把大伯的2张传票都寄到了他们手上，大伯因为罪行过重，直接进了监狱，而陈浩则是因为那笔账单而背上了一笔巨额债务。他们直接截停了我的车。小晴啊，这600多万不是当初你说要包办你表哥的婚礼吗？这怎么又变成我们欠你的钱了？大伯母拿着判决的手直颤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大伯母，你们当初不是说这是欠我的吗？大伯母嗫嚅着嘴唇，诺诺的不敢出声。陈浩嫌弃的瞥了他一眼，直接把账单拍在车头上。这钱我不认，我婚礼被你砸了，媳妇也跑了，孩子也没了，你现在跟我要钱，门都没有。原来当初表嫂跑了以后，拿着钱直接去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。陈浩带着大伯母去要钱，结果被表嫂一家叫人打了出来，落得个人财两空的局面。他们这才来找我，那就只好法院见了。我只觉得他们活该。刚打开车门，就听见人群发出一声尖叫。陈浩抽出一把尖刀，一把将我拉了过去。陈晴，陈浩用刀刃在我的脖子上抵了抵，剧烈的疼痛袭来，脖子上留下一道血痕。你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！我平复着呼吸，尽量的安抚着陈浩。你把刀放下，你现在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坏，更坏。陈浩痴痴的笑，神情竟带了一丝癫狂。不会更坏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给我1000万。陈浩咬着牙，恶狠狠地说道。好，我向一脸惊恐的助理示意，不过你得先放开我。做梦！陈浩拿刀挥向想要靠近的保镖，别过来，否则我捅死他。我当着陈浩的面给他转了1000万。陈浩狠狠地把我推出去以后，转身冲进人群，转眼跑没了身影。大伯母愣愣地看着发生的一切，忽而像是疯了一样，边喊着陈浩的名字边跟着跑了。陈浩直接被警方发布了通缉令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大伯母每天都来我公司门口坐着，想要再跟我求求情，可他不认识我的车，好几次和我擦肩而过。这天，我的车刚出来，就见到大伯母突然站起来，朝着我的方向冲了过来，嘴里喃喃着儿子的名字。他追着眼中的背影，直直地冲进了车流中。在被车撞出去的时候，他的手还一直伸着，想要抓住眼前的幻影。患者的双腿骨折，因为脑震荡比较严重，现在还在昏迷中。医生看着大伯母的病历向我分析，我点了点头，转身替他交齐了医药费，雇了一个护工后就离开了。后来收到警方的通知，陈浩被抓住了。他被抓的时候还在赌场里摇着筛子，从我这里要的1000万一分不剩，还倒欠了赌场500万。警察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因为出老千被赌场砍掉了3根手指。陈浩的精神出了问题，警察没办法和他沟通，无奈之下联系了我。看着对着我笑得疯疯癫癫的陈浩，我无奈地对警察摇头，看来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。警察叹了口气，打开门示意我离开。陈浩却在我站起来的一瞬突然盯着我，他渐渐地裂开了嘴，盯着我直笑。
陈情。他笑着，颤颤地举起那只残缺的手指向我。什么都没了。陈浩的脸色突然变得疯狂。只要我再赢一把，就一把，我肯定就回本了。不就是600万吗？我很快就赚回来了。经过诊断，陈浩的精神已经错乱了，送进精神病院需要家属签字。我本想找大伯母，却发现她早就因为丈夫入狱，儿子被通缉，精神崩溃了。我让他们母子俩住进了同一家精神病院。看在亲戚一场，他们也都得到了报应的份上，给精神病院一直交足了钱，足够他们在那里好好的过完余生。结果不过半个月，我就收到了陈浩逃跑的消息。他把大伯母的动脉割开，在医生忙着抢救大伯母一片混乱的时候，趁乱跑出了病院。陈浩直接跑到了我家门口蹲守。陈情，都是因为你，我爸进去了，我妈也疯了。我看着眼前一身破破烂烂衣服的陈浩，你是装的？废话。陈浩的脸上竟浮现出一丝得意，要不是我装疯，我早就进去陪我爸了。陈情，要不是你搞事，我现在早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了。这话听得我好笑，我不禁反问他，陈浩，难道不是你们家处处不饶人，处处搞事吗？陈浩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良久后，他突然掏出刀子，一脸狰狞。面对大伯的质问，我笑着回答他向我冲过来，却在快要碰到我时，被提前埋伏的警察一把按住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陈浩不可置信地质问我。你安排好的。我没回答，只是感谢了警察的配合。陈浩因为杀人未遂，直接被自己送进了监狱。大伯母因为伤势过重，没抢救过来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陈浩的时候，他愣了一下，他抖着手捂住脸，破碎的哭声从手指间露了出来。妈！监狱的大门关上，也把他们自作自受的一家永远地困在了里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